土著就是土著，你的宅子、你的药铺、你的探花廊，现在都是我的了。往后这回春堂的招牌，崔兰会替你挂着，你就乖乖的去死吧。竟是圣上钦点前途无量的探花郎，让你给灵儿敬一杯平七茶，你摆什么正气的谱？不是做梦，这是3年前崔玉带着贱人进门逼我让位，开祠堂用家法打断我双腿的那一夜，我重生了。刘姐姐，在我们那儿，不被爱的那个才是第三者。崔郎要的是我的灵魂共鸣，你不过是个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。识相的，把管家对牌和回春堂的印章交出来。没爱了，就别给脸不要脸！呸！3年生不出蛋的使女，要不是看在你那死鬼老爹留下的几个臭钱份上，早把你乱棍打死了。今夜不喝这杯平息茶，崔家立刻开祠堂，乱棍打死你这个不孝妇！开祠堂，乱棍打死你！身上穿的苏锦，肚里吃的燕窝，甚至你进京赶考给主考官送的那3000两敲门砖，哪一文钱不是我柳家的血汗钱？放肆！夫为其纲，你竟敢公然忤逆！崔郎，你这个古代疯婆子，他可是朝廷命官，你敢故意伤害？人人平等，人人平等就是你上赶着给有妇之夫当妾，这不知廉耻的现实破鞋！反了，反了！来人，把这个疯妇给我拿下，和当场打死他！谁敢动？崔玉，吃软饭吃出了95之尊的幻觉，离了我柳家，你连这京城的一口井水都买不起。今天不用你们开祠堂，这崔家主母我不当了。崔玉，我要与你和离，拿上你的探花及地盘位，滚出我柳家买的宅子！和离？你做梦！你个离了婚的弃妇，你以为你保得住回春堂？崔管事是我的人，回春堂的所有现银账目早就被老子掏空了，现在就是一个空壳。你出了这个门，就等着流落街头被乞丐生吞活剥吧！崔管事，前世就是你内外勾结掏空了回春堂，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我就先断了你们崔家的血脉。快点！少爷说了，前院能拖住他，趁现在把回春堂的银子和地账全搬走，一文钱也别留。柳云英，你怎么进得来？前院的人呢？你们想玩调虎离山，趁乱卷款跑路，真当我是瞎子？少夫人，这账房是少爷交给小人管的，你无权插手。半夏，恶奴协助侵吞主家嫁妆，该当何罪？回大小姐，按律流放3000里，生死不论。枉了，送官。少夫人饶命！小人只是听命办事啊！好一个崔玉，搬空县银养外事还好，竟敢挪用华宁县2万两救灾药款，拿去京城买。大小姐，这可是满门抄斩的大罪！立刻换锁，没有我的亲笔手，崔家别想从这里拿走1文钱。崔玉不是想当官吗？我送他上断头台。这是回春堂下个月的红利，只要您让我留京，以后少不了您的好处。哈哈，崔探花懂事，你这小妾也很会伺候人。柳云英，你竟敢跟踪我！
张大人在此，你想死吗？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拖出去！你敢打本官？睁大眼看清楚，这是崔玉挪用华宁县2万两救灾款的血账，上面盖着他的私印。这银子你今晚敢碰，明天燕王的选甲位就能超了张大人满门。2万两救灾款，崔玉，你敢拿断头银害本官？不是，张大人，这是他伪造的。滚！我今日从未见过你。全完了，2万两灾款补不上，3天后钦差一到，崔家满门都得死。杀手要500两才肯去拿账本，可我现在连1文钱都拿不出来。崔郎，我找黑市借了500两，只要给我1天，我用猪油和草木灰做高阶香皂，肯定能翻倍。先付杀手定金，拿回账本，我们还有机会。500两不够，崔家想翻身还得靠知府。娘，你有办法？后天陆家寿宴，回春堂那株百年老参就是最好的寿礼，抢来送给陆大人，让他替崔家压下账本。崔探花，02股，500两本金加利息。后天寿宴前，我要见到钱和香皂，要是见不到，我先废你一条腿，再拿他抵债。把那株百年老参给我包起来，我今日就要拿走。老夫人，使不得，这株老参是柳家的镇店之宝。柳云英是崔家媳妇，回春堂自然也是崔家的。春堂姓柳，不姓崔。给我抢！我看谁敢动我柳家的东西！柳云英，反了！你眼里还有没有夫家？竟敢对长辈动手！长辈，你纵容崔玉纳妾灭妻，又带人来抢我柳家的老参，你也配？针上是柳家的麻沸散，一炷香内没有解药，他们就别想占你。你再往前一步，下针扎的就是你的眼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儿媳妇要害死亲婆婆了！柳云英这个毒妇，前看回春堂门口闹起来了，说是儿媳妇被婆婆告状。给知府大人和媳妇怎么敢这么对婆婆？你看人都闹到门口了，八成真有事儿。回春堂这么大的门脸，怎么闹成这样？你要这株老参是想送给知府，帮崔玉压下2万两灾款的罪证，对吧？好，我给你。你敢拿烂胡萝卜糊弄老参？各位父老，不是回春堂弄虚作假，真正的百年老参早就没了。回春堂的名贵药材也早被崔玉操控，他挪药款、养外食、买官，账房已经被他搬空了。10年来，回春堂每月初一诊失业，没有赚。可如今，我们连进药的钱都没了。啊，钱也被崔家原来是这样。从今日起，回春堂惠民祭诊暂时停办。一诊造反，那我们以后找谁看诊？药铺的钱到底被你们拿去做什么了？那我们以后找谁救崔家老人活路啊？要不要脸？你上回春堂，还我们的药钱！你们这些刁民，反了不成？你上回春堂，还我们的药钱！回春堂！大人，不好了！半个华阴县的百姓都堵在回春堂门口，他们都在骂崔家挪用赈灾药款，还说回春堂停办医诊是官府不作为。燕王殿下马上就要巡视华宁县，您原本靠回春堂义诊做的爱城政绩，现在全毁了。这个伤苦之女，也敢用民怨压本官！拿下柳云英，押进死牢，待重加。有事，意图煽动渔民暴动，扰乱县城治安，知府大人有令，将你即刻缉拿归案。来人，上死囚重加！你们这是黑白颠倒，分明是崔家欺人太甚，挪用赃银在前，你们凭什么抓我家大小姐？抗拒执法者，
罪加一等，给我锁了这些人！前世我伏低作小，落得个血液荒院饮恨惨死的下场。这一世若真要动手，就算拼个鱼死网破，可柳云英也绝不重蹈前世任人宰割的覆辙。出来这些人！婴儿，本王来接你了！本王重活一世，本该去雪夜荒原寻他，为何这一世他会出现在这里？毒他者，什么人敢在华宁县上官差？给我出来！华宁县知府，好大的官位！去知府衙门，本王要亲自问这位陆大人。属下领命。敢喊一声，你便没命！谁敢夜闯知府衙门？知府大人，好大的威风！燕王殿下，下官不知殿下驾临。50斤重枷拿一个医馆女子，陆大人，这是在替朝廷办案，还是替崔家办事？下官糊涂，下官不知柳姑娘是殿下的人。听清楚，明日日出之前，回春堂外若还留一个差役，柳云英若再受半分惊扰，本王便亲自查你陆家这些年所有账。下官这就撤人，立刻撤人，再不敢惊扰柳小姐。记住，他不是你能动的人。大小姐，官差全撤了，连门口都收拾干净了。陆佩不会突然良心发现，能让他一夜撤人，背后一定有人压住了他。昨夜出手的人到底是谁？为何要救你？大小姐，有位贵客求诊。在下萧某，听闻柳神医医术高明，特来求诊。萧公子，请伸手。寒毒入骨，内力刚烈却紊乱。昨夜他强行过宫，导致寒毒失血。你昨天在回春堂外，大夫，病人不能自己来求诊吗？这是10年前我送给那个溺水孩子的香囊。你到底是谁？柳大夫若愿意，往后可以慢慢查。大夫，在下这病凶险得很，以后可否常来请你诊治？寒毒入骨，内力霸道，昨夜出手之人多半就是他。可这样一个深不可测的人，为何偏偏对我步步靠近？医者仁心，萧公子若按时付诊金，回春堂自然不会拒诊。半夏，按药切抓药。哪儿来的小白脸儿，晦气！云英，看来你昨晚是把回春堂最后的棺材本都割肉塞给了知府衙门，才勉强保住这条命。云英姐姐，时代早就不一样了，你守着这个医馆，硬跟官府对着来，能有什么好处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没有崔郎护着，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崔大人，莫不是昨晚在黑市喝多了马尿，跑到我回春堂发癔症来了？崔大人，你身上这件苏绣侧丝长袍，烟角内衬藏着万字不到头的暗纹。若我没记错，这是城东黑市利滚利钱庄专门标记死当资产的死因。
你胡说什么？崔家如今连下人的月银都发不出，只能偷拿柳家的瓷器，当掉老太太的田契周折。你懂什么？我们的生意只是暂时遇到难关，崔郎是探花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。你少得意！明日知府老夫人70大寿，本官已备下100年老参，只要寿宴上得了知府大人的青眼，治你一个挑动街坊武艺长败的罪名，不过一句话。100年野生老参何其难得，那可是吊命的镇店之宝。崔大人竟有这等财力和造化，我回春堂自愧不如。大小姐，他们不会真买到黑市里专骗外行的假参了吧？捧得越高，摔得越狠。明日寿宴，他们既然急着把脸伸过去，我便借陆佩的手，把崔家的皮揭干净。大小姐英明。柳家的青丝，还有我陪嫁田契，全压进去了。明日寿宴，崔家只能赢，不能输。明日知府大人只要看见这株100年老参，华宁县未来的县丞之位，便该姓崔。味道是冲了些，不过100年野参本就稀奇。明日我一定要让那些没见识的人看看，什么叫真正的珍宝。大小姐，崔老夫人已经在外头坏了柳家的名声，今日知府寿宴，怕是崔家早就设好了局。半夏，把药匣报稳。可崔家若是当众发难，他们既然把柳家的东西押进黑市，又把假参捧到知府寿宴上，这出戏我若不到场，岂不可惜？到了，药匣报稳，跟紧我。新科探花崔大人到。崔家带的这是谁？听说是外室，放着柳家前金地都把这种人当宝。老寿星，灵儿祝您福如东海，今日大喜，灵儿愿献诗一首。君不见高堂明镜，其实还说念这个，这是当面触眉头。古来圣贤皆寂寞，唯有饮者留其名。与尔同销万古愁。谁准你念这种晦气东西？老夫人息怒，灵儿不通文墨，一时失言。知府大人，下官寻得100年老参，愿献与老夫人延年益寿，还请大人笑纳。100年的假参，怕是延不了寿，只会催人命吧。柳云英，你已经被崔家休了，谁给你的胆子混进知府府邸？知府大人，此女就是挑动街坊、扰乱秩序之人，请大人立刻将她拿下。柳神医大驾光临，令寒舍蓬荜生辉，下官有失远迎，恕罪。知府大人，您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柳云英不过是个商女。闭嘴！这就是你口中的100年老参？大人，下官不知，下官也是被人骗了。不可能！黑市卖家说这是100年神参，是能让崔郎翻身的宝贝。原来崔大人的100年老参是从黑市买来的。黑市来的假参也敢献给老夫人？寿宴献假参，欺瞒本官，惊扰老夫人，还敢攀扯柳神医，崔玉，好大的胆子！来人，把这3人请出去。7日之后，崔家不得再踏入知府府邸半步。扔出爪子了。你便是那被崔家扫地出门的商户女。我家夫人乃是知府正室千金贵体，今日屈尊降贵，踏入你这乌烟瘴气的破医馆，若是诊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仔细你的皮！
医馆乃悬壶救世之所，再敢在此处狂吠，经了神医问诊，本公子便将你的舌头连根拔了。夫人有何不适？实不相瞒，我与知府大人成婚多年，却未有子嗣。夫人，这香囊是从何处得来的？这是府里深得夫君宠爱的灵医囊，亲手缝制送给我的。说是内含数十种珍贵草药，能安神助眠。安神助眠。夫人，请看，这香囊内胆的最深处藏着的是经过极其阴毒蛊法炮制的极品红麝香。夫人常年将其贴身佩戴，寒气早已侵入五脏六腑，莫说子嗣，若是再戴上1年半载，连这条性命都要交代。柳神医，林姨娘深得我夫君欢心，若无铁证，我根本告不倒她，她还会反咬我栽赃陷害。我拿着香囊去前院告发，只会自取其辱。这深宅大院里的血海深仇，我究竟该如何去报？夫人莫慌，捉贼要拿赃。回府之后，你只需装作爱不释手，让他以为我中计，他越得意，越会露出马脚。今夜子时，你假意腹痛，指派心腹丫鬟去请知府大人。记住，要让他亲眼看见，亲眼看见，才无人能抵赖。人到了，再命人搜林姨娘的卧房，她房里会有证据。极品麝香昂贵难得，她房中必有残渣或黑石掌册，引蛇出洞，方能一击。神医再造之恩，晚营没齿难忘。待我清理门户，必有重刑。知府后宅果然生变，林姨娘房中搜出麝香残渣，人赃俱在。知府震怒，当场重罚处置。卢婉莹正妻之位已稳，想必会将柳姑娘视作恩人。英儿是个聪明人，有知府夫人做后盾，她往后总会顺来些。还有一事，崔府内外侍弄来一堆猪下水，做成什么卤肉美食。他还在院子里大放厥词，说此举定能让他日进斗金，把满城权贵都踩在脚下。蠢的倒是别出心裁。他买不起香料，正撺掇崔玉去回春堂抢讨，让他去做，但他若敢动回春堂一草一木，敢占婴儿半分便宜，剁了他的手。崔郎，柳云英的医馆里多的是八角桂皮，咱们去拿一点，就是无本万利。等咱们发了财，看谁还敢瞧不起咱们。娘子好计策，明日我就去回春堂要。柳氏，别以为你攀附上了知府夫人，便能在此耀武扬威。本官今日来是给你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把你店里最上层的八角、桂皮和丁香各给本官包上2两，先削着账。就是，等我的卤肉生意红火，指缝里随便露点洋菜，都够你这破医馆吃上好几年的。赶紧拿来，若是耽误了我发大财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们这对不知死活的！既是做，便该按照规矩。你是什么人？本官乃是朝廷命官，轮得到你一介草民来插嘴？赊账可以，签下这张契书，东西你进去，用你崔家那套3进3出的土宅作为底，当做购买香料的死契，救出13鬼，逾期收宅。我不签，这是明抢！你敢殴打朝廷命官！不签！崔郎，签！谁说我不签？女儿，你傻呀！我们这是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你动了钱还愁赎不回宅子来。等我的卤肉卖遍全城，你们都只有养的份儿。呸！什么
东西这么臭？猪下水这种物件，给狗狗都嫌弃。你们懂什么？这可是绝世美味，一群没有品味的穷酸鬼！贵人，尝尝我的卤肉吧，保证你吃了还想吃。放肆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无视大魏律法，当街冲撞贵人车驾，乃是死罪！你个贱妇，竟敢拿这等腐臭的秽物来恶心主子，还不快滚！柳姑娘，听说023日来一块卤肉都没卖出去，如今全都腐烂发臭了，这笔买卖真是亏大的。我原以为他至少能撑一段时间，没想到3日都撑不过去。既如此，我们便收拾收拾，准备收了崔家的院子吧。对啊，上回萧公子让他们签了契书，没钱还就用崔家的宅子抵。契书上的日期就快到了，届时我带你去看好戏。白纸黑字，10日期限已至，崔家欠款分文未还，一切这套祖宅即刻易主，里面的人滚出来！下贱胚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也敢来收我崔家的基业！来人，给我把这擅闯民宅的毒妇乱棍打死！打死了算我的！你们敢！奉严，奉上峰之命，协助刘掌柜收缴抵债之物，谁敢阻拦，抗法论处，就地格杀勿论。君乃是军方精锐，怎会插手民间的债务纠纷？还有那军官脱口而出的半个燕子，就是他。难道这些兵马都和他有关系？他到底是何身份？平人，封宅。军爷，通融通融，宅子给你们，让我进去拿2件冬衣和几本书吧。你丫死气，宅内一草一木皆归寨主。滚！老天爷瞎了眼啊！强盗啊！话一出门，快海扁碍了刘掌柜的眼，拿了。老太婆，杀人可是要掉脑袋的买卖，你如今连个落脚地都没有，拿什么雇老子办事儿？这玉佩乃是御赐之物，当铺里至少能换500两雪花银。拿来吧你！我要回春堂的柳云英死！500两买条商女的命，值了。老太婆，明儿一早就等着去城外的乱葬岗给那姓柳的收尸吧。刘掌柜，有人出了大价钱买你这条命，不过兄弟几个看你这脸蛋身段，直接杀了实在暴殄天物，不如先伺候咱们乐呵乐呵，老子发发慈悲，留你个全尸。你们别过来！天子脚下，你们敢动掌柜的一根指头，我做鬼也不放过你们！啊！我的腿！玉儿，我来迟了。我们以前见过，你觉得呢？废物！一群拿钱不办事的废物！手无缚鸡之力的下贱商女都弄不死！母亲息怒，既然硬的不行，那便来软。柳氏那毒妇虽对我因爱生恨，但她这辈子最在乎的，便是她死鬼老爷留下的那本遗书残卷。你拿什么引他？儿子凭借记忆临了几页青囊半卷，明日我便以此为饵，点燃这西域来的合欢香，生米煮成熟饭。他腹中怀了我崔家的主人，这回春堂的万贯家财，我乖乖奉上。云英，你果然还是来了。完整的青囊半卷就在桌上，你进来，我们夫妻一场，好生谈谈。东西拿出来，银票我自会给你。你我早已和好，这门我不进。你若不要，我便将这你爹视若珍宝的遗物
你把我烧了！你干什么？开门！云英，知错了，你针对崔家，不就是气我纳了灵儿吗？今日我便让你重温洞房花烛夜，包你欲仙欲死。主子，不好了！何事？跟着柳姑娘的暗卫跟丢了。派人去回春堂问过了，是崔瑜偷偷带走了柳姑娘，说是去城南客栈商议事情，到现在都没有回来。是婴儿少了一根头发，我要整个崔家陪葬。云衣，何苦呢？你我本就是结发夫妻，只要你乖乖服软，今夜过后，为夫定会好好等你。那回春堂的生意，为夫也会替你打理。畜生，你休想碰我一下！这可由不得你。若这西域奇药，便是那青楼里的娼妓，也只会求着为夫要。滚开！贱人，我的命根子！给我抓住那个毒妇！老子今晚要把他绑起来折磨致死！救我！公子若肯救我，柳氏做牛做马，理当报答。别怕，我在。哪里来的狗东西！快把我娘子放下！这是我崔家内事，谁敢多管闲事？你娘子！大爷饶命！大爷饶命啊！大爷饶命！主子，属下来迟，马车已备好。回府。救救我！好难受，救救我！婴儿，看着我，你清醒一点！救我绝不会趁人之危，毁你一世清白。忍一忍，这就替你把毒逼出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那个爱你两世的人啊！青天大老爷啊，民妇要告状，毒妇柳云英不守妇道，勾结野男人，当街谋杀亲夫，天理难容啊！天哪！回春馆的柳神医竟是这等水性杨花，谋害亲夫的毒妇！我家夫君好心去劝姐姐回家，却被那奸夫打成重伤。这世上还有王法吗？把相公打成这样，定要判个进猪笼死罪！堂下何人击鼓？青天大老爷！这毒妇昨夜在城南客栈私会，被我儿撞破，那人竟将我儿踢成废人，求大老爷将这毒妇进猪笼。大人明鉴，民女状告前夫崔玉设局下药，意图毁民女清白。这油纸包内便是客栈香炉里残留的西域合欢香，这银簪是民女为保清白刺伤自己大腿的物证。
民女腿上伤口犹在，请老嬷嬷当场验伤。柳神医的医术人品，本夫人是以性命担保。大人，既有误证，还不快传客栈掌柜对质？传客栈掌柜。 是崔公子给了草民10两银子，包下甲字号房，还说要霸王用上风。大胆崔宇，伤风败俗，诬告良民杀人，将崔宇拖下去，重责20大板。不，大人饶命，你要救我！崔老，浮云英那贱人，竟把玉儿和崔家害成如今这样！这是我崔家最后的底牌，我要买回春堂柳玉英的命！拿人钱财，替人消灾。明日他去云栖寺祭父，务必除掉他。什么人？柳神医，有人花了大价钱买你的命，兄弟们，别跟他废话，直接砍下他的脑袋，拿回去领那笔金子。上！娘们儿，给我砍死他！揍死他！我看你还想往哪里跑？我的命由我自己。疯子，一个全尸都不留！娘啊！叶公子，你疯了！这里是万家深渊！闭嘴！放弃我，不准松手！小冉，你醒醒！不能停，不能让你死在这里。好烫，脉象大乱，虎丧6腑都受了极重的内伤，必须立刻处理伤口，否则他熬不过今晚。婴儿别怕，我挡着，快走！我不走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小冉，你撑住，我这就救你。你到底经历过什么？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命来换我？这是我8岁那年除夕夜给那个重伤少年的止血草袋。原来是你，难怪你处处护我。你这个傻子，一个宠香囊已经放在离心口最近的地方，藏了整整10年。婴儿，你怎么哭了？是不是哪里受了伤？
是不是很疼？我没受伤。江日，你告诉我这是什么？10年前回春堂救下的那个少年是不是你？是，这条命10年前就是你的了。既然你早就认出了我，为什么直到现在才？10年前我深陷黄泉夺嫡的死局，仇家遍地。我若靠近你，只会给你招来杀身之祸。后来你嫁给崔玉，我以为你觅得了良人，便只敢在暗处留人护你。所以，客栈那一夜，你才不顾一切的出手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大魏朝燕王萧刃，那个手握重兵、杀伐决断权倾朝野的异姓王。原来是王爷，民女眼拙，当年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实在不必。不必什么？不必报恩，还是不必靠近？婴儿，无论这层身份有多高，在你面前，我只是当年那个快要死的少年，便因为我是燕王，就推开我。王爷内伤未愈，不宜动气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我先去洞外看看有没有人来寻。柳姑娘，你们是萧刃的手下？我等昨夜便在沿路山谷寻找，王爷是否和您在一处？他就在山洞里面。这是方才救下的老人，等王爷和柳姑娘休整好，便一同出谷。周叔，你没死！当年我爹病故后，崔家不是说你拿了银子告老还乡了吗？大小姐呀，老奴有罪，没能保住老爷。周叔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爹不是染了风寒暴毙的吗？根本不是风寒，是崔老夫人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毒妇。当年崔家生意破产，他觊觎柳家的万贯家财和青囊半卷，买通了给老爷熬药的丫鬟，在汤药里每日下一点西域慢性毒药无双。老爷是活生生被他们崔家毒死的。老奴察觉不对，想要去县衙报官，却被崔家打瞎了眼，打断了腿，逃来此绝人之地，才捡回一条命。崔家，我拿全部身家倒贴你们，你们却杀我父亲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。别脏了你的手，本王的黑甲卫借你差遣，崔府欠你的血债，本王赔你，一笔一笔讨回来。哎呦，我那苦命的儿媳呀！前几日去云栖寺上香，偏偏跌落那万丈悬崖。搜山的官差寻了2天，只找回了这件带血的外衣，人怕是粉身碎骨，被野狼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了。老夫人节哀顺变，那柳云英是个没福气的。如今柳家已死绝，回春堂若没个主事的人，岂不是要关门大吉？崔家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，接管产业，替他操持后事，那是他修了8辈子的福分呢。诸位叔伯言重了，云英既然嫁入我崔家，那就是生是我崔家的人，死是我崔家的鬼。她这一走，不仅这回春堂，连带柳家早年存入钱庄的8000两白银嫁妆，按我大魏律法，理应由我这个夫君作为遗产继承，这也是合情合理吗？哎呀，一天到晚满屋子药味儿，真是晦气死！玉哥哥，等咱们把那8000两银子提出来，先给我买下城东的那套3进大宅子，然后把这破医馆的牌匾砸了，改成咱们大魏朝第1家 VIP 私房酒楼。本姑娘搞连锁加盟，赚他个盆满钵满。到时候再办一场全京城最豪华的婚礼，风光光的嫁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！还是灵儿姑娘有商业头脑，乃是天降福星。那柳云英不过是个死脑筋的药罐子，哪配得上我儿？来，咱们举杯，庆贺崔家收回产业，否极泰来。我还没死呢，各位就急着吃绝户了。这酒席上的肉，可有我柳云英的血肉好吃？鬼啊！
柳神医诈尸了！你不是掉下万丈悬崖了吗？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啊！快啊！于哥哥，快拿黑狗血泼他！柳云英，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！你失踪这几日，孤身在外，谁知道干了什么不守妇道的下贱勾当？你还有脸穿一身红衣回来？我崔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！这一巴掌打你这软骨头吃软饭，还满嘴喷饭！崔玉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我今日回来，不是当崔家妇人，我是来索命的。毒妇，你这疯女人竟敢殴打夫君，简直反了天了！来人，把这个忤逆不孝的贱人给我绑起来，拉去陈塘！夫君，就凭你们这群吃人不吐骨头、杀人越货的哭声，也配提这两个字？周叔，出来让大家看看崔家人的真面目！这个老绝户，你当年不是拿了银子回乡了吗？老天有眼，老天爷没让我这条老狗死在暗无天日的山谷里。诸位街坊四邻宾客老爷们，大家睁眼看看呀！这账本上清清楚楚记着崔老夫人10年前在西市地下暗中花重金购买西域慢性毒药无伤的记录。这药渣也是当年他买通丫鬟，每日下在刘老爷安神堂上的铁证。我家老爷根本不是染了风寒病死的，是活生生被这个毒妇为了夺取万贯家财谋财害命毒死的。什么？当年乐善好善时的柳神医，居然是被亲家毒死的！杀了人家的封后嫁妆，救济家族，回过头还要毒死岳丈，夺取家产，这崔家简直连禽兽都不如！一派胡言！这老狗是柳云姨找来污蔑我的！来人，他们拿的都是假证据，给我乱棍打死！把这3个谋财害命的骗子就地打死！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？你是什么人？竟敢私带假尸闯入民宅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我要去京兆尹击鼓告你！没事吧？现金牌如见天子，本王乃大魏燕王萧刃。草民叩见燕王殿下。杀神燕王，他这个权天朝野的大人物，怎么会屈尊给柳云英成丫鬟了？全完了！崔氏一族丧尽天良，谋财害命，毒杀良民。赤绝户吃到本王要护的人头上来了，简直不知死活！给小尉听令，崔家上下给本王拿下！大魏天老死囚营听候发落，若敢反抗，就地格杀！遵令。王爷饶命啊！云英，娘子，看在咱们成婚多年的份上，一日夫妻百日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！我都是被我娘逼的。夫妻，你也配提这2个字？立刻在这和离书上签字画押，从此男婚女嫁，死生不复相见。本王劝你手脚麻利点，若你身上的脏血污了柳姑娘的和离书，本王现在就剁了你的2只手。我劝，求王爷别杀我。签字只是第一步，当年我崔家的8000两嫁妆白银，以及我柳家这几年被你们霸占的城郊2处庄子，今日你们必须连本带利，吐个干干净净，少一个铜板，我就从你们身上割一块肉来抵。8000两还要庄子？你做梦！那是我们崔家理所应当拿的，钱早就填了崔家的窟窿了，要钱没有要命一条。穷酸的刁民，去把崔家所有的铺子、地契、库房全部查抄。若还不够还柳姑娘的债，就把崔家祖宅的砖瓦木头全拆了卖钱，把崔家祖坟也掘了抵债。我的钱，我的宅子！
民女柳云英，多谢燕王殿下今日为我撑腰。只是殿下吗？我去查验一下回春堂的物件有没有少，先行告退。丁大夫，这县城里怎么透着一股邪火啊？前2日涌入了一批逃荒的灾民，听说爆发了什么不明高热，县太爷都吓得不敢出门了。都按我说的做，这叫物理隔离。把所有发热病患的门窗都给我用木板死死钉上，一只苍蝇也不许飞出来。还有，把那些艾草全堆在屋里烧，这叫熏蒸消毒。神女大人，屋里太闷了，孩子快喘不上气儿了。您这发霉的劣质艾草烧出的烟有毒啊，呛死人了！你们这些古代人懂什么？我可是带着现代医学常识来的。谁敢开窗通风，就是破坏防疫大局。给我继续烧，熏死那些病毒！高热、脉诊、颈线黑线，这不是普通风寒，这是可通过口鼻与肌肤溃烂处快速蔓延的高危疫病。站住！县令有令，城南已成死地，任何人不得靠近，违者杀无赦。我是大夫，开门，我要进去。柳云英，那是十死无生的绝地，里面全是黑瘴液。你一个弱女子进去像尸骨无存吗？跟我回去。王爷，里面躺着的是几百条活生生的人命。我是大夫，若我不去，不出3日，这华宁县就会变成一座死城。但我不会治病，若你出了事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萧刃，我的命是命，他们的命也是。若我今日因为怕死而退缩，我便不配拿柳家的金针。我知道你心疼我，但懂我者当知我心之所向。让我去。好，我不拦你。既然你要留下，那我也陪你一起留下。小娘们儿，把之前的药材和粮食都交出来，反正大家都要死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兄弟们，抢！自此刻起，华宁县疫区由本王全面接管。所有的药材米粮由黑甲卫统一按需分发，所有人必须无条件听从柳大夫的调遣，谁敢刁难生事、哄抢药材，违令严惩不贷。王爷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，您真的不该进来涉险了。你执意要救苍生，我便提剑为你开路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这里有我。怎么回事？体内的寒毒好像又复发了。成了，第一批药方配好了。小人！10年前的寒毒怎么会突然复发的这么凶险？他这是为了守着我，吸入了太多黑阵异毒，两毒相冲了。萧忍，
10年前我能从鬼门关前把你拉回，今日我也绝不允许你倒下。自从那个妖女来了，死的人更多了。是她带来了黑掌衣，她不用我的法子，就是在拿你们试药，烧死柳云英那个妖女。烧死她！烧死妖女！大家别被她骗了，我亲眼看见的，她根本不是在治病，她是在拿你们亲人的命试毒。只有把我那套法子用起来，大家才能活。冲进去，砸了他的药锅！砸了，让他给死去的乡亲偿命！你们疯了吗？解药已经配出，正在熬制。你们现在砸了药锅，里面的人就真的全完了！你还敢骗人！乡亲们，先打死这个妖女！本王在此，可谁敢死？冤枉！柳大夫乃本王以性命担保的医主，今日谁敢再上前一步，谁敢动他一根头发，王诛他9族！太热了，我天，太热了！黑斑也开始消退了。黑仗义，这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绝症被柳神医的药生生遏制住了。小人，你堂堂大魏亲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为何要为了我这样一个弃妇，连命都不要？值得吗？弃妇，婴儿，在崔家眼里你是草芥，但在我萧震眼里你是无价之宝。10年前的救你，孝想了你整整10年，这10年，我看你家人，看你受苦，我恨不得杀光崔家所有人。如今，我终于能光明正大的护着你了。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命来换我？见金牌如见天子，本王乃大魏燕王萧睿。既然你要留下，那我也陪你一起留下。萧刃，我曾眼盲心瞎，错把榆木当珍珠，弄得自己遍体鳞伤。多谢你没有嫌弃我，多谢你把我从泥潭里拉出来。若王爷不弃，余生云英愿与王爷生死相随。你说的不许反悔，这辈子除了你，我萧正绝不离去。大胆妖女，你毫无疑理，妖言惑众，用所谓的闷杀法草菅人命，险些害死全城百姓，更煽动暴乱，罪不容诛。本官判你几杖30，流放岭南3000里苦寒之地，即刻押解上路。不要啊！我是穿越来的大女主，我怎么可能被流放？你哥哥救我！我不要去岭南吃苦啊！大人，就是此地了，直接去柳神医的住处。是。这可是失传的鬼门13针。丫头，你父亲是不是叫柳波行？正是贤父。敢问大人是？婴儿，我是你大伯父柳如生啊。当年你父亲为了保全我们，
带着你连夜离京，这一走就是整整12年啊！我循着这金针的名头找来，老天有眼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。大伯父，父亲他被崔家人谋财害命，已经去了。虽说崔家人狼心狗肺，当年你父亲根本不是因为厌倦官场才病退回乡的，他是因为无意中撞破了一位手眼通天的大人物，企图用慢性毒药谋害先帝的阴谋。你父亲不愿同流合污，那大人物便派杀手一路追杀，他隐姓埋名逃到此地，本以为能躲过一劫，只是原来父亲的死根本不是一场简单的后宅谋杀，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皇权阴谋。崔家不过是上位者手里的一把刀，好一个借刀杀人！他们害死我父亲，我就算拼尽这条命，也绝不让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大伯父，侄女有一事相求，还请您一定答应。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！大伯父若不答应，云英便不解。你有何打算？我想要大伯父带我进京，我要亲自查出幕后黑手，为父亲报仇。半个时辰前，边关极地，皇上下了800里加急的密旨，命我即刻回去处理突发的军务。无妨，你既有大事要做，去做便是。我的事本来也不该连及你。此去京城，山高水远，太医院并非善典，里面的尔虞我诈比这疫区还要凶猛100倍。你当真想好了？萧忍，我是柳家的女儿，身负血海深仇，若不能亲自手刃仇人，我这辈子都无法安生。京城的水再深，我也要趟出一条血路，考取这大魏朝第1位女医官。好，柳神医不愧是柳神医，这是大魏皇室独有的凤血玉，是象征着燕王正妃身份的无上信物。婴儿，收好它，这次就不能与你同行了。你先回京扫平那些荆棘烂叶，若有人敢在京城欺负你，本王定带铁骑踏平他的府邸。一言为定，王爷，京城见。太医院临时有急诊，大伯父得先进宫一趟。你拿着腰牌，在府里安心住下，缺什么直接跟你大伯母说。大伯父放心去吧。王嬷嬷，把表小姐的行囊扔到西北角的漏雨偏院去。娘，您闻闻，这乡下女人身上一股子穷酸药味，一个被休弃的二手货，也配进我们京城柳家的大门，还想考女医官，真是笑掉大牙。大伯母，大伯父走前可是吩咐我住在东厢房。哼，东厢房是给我未来女婿留着的。你一个晦气的人，住偏院都是抬举你。王嬷嬷，把厨房昨晚的剩饭端一碗给表小姐接风。表小姐，吃吧，乡下来的能吃上白米饭就不错了。反了你，敢在刘府打人！大伯母，这奴才腿脚不好，我好心替他施针疏通经络罢了。若这府里谁还想治病，我柳云英随时奉陪。大夫人，不好了！陈家的少爷陈汝带着聘礼堵在大门口，说要迎娶咱们家二小姐。你说谁？那个天天逛窑子的陈汝？娘，我不嫁。陈汝上个月才用鞭子活活打死了一个同房丫头，她就是个虐待狂。女儿嫁过去还有命活吗？你爹当年喝醉了酒，跟陈家老爷指腹为婚，按理说今年就该完婚了。陈家在这个节骨眼上分明是来逼婚的。婴儿啊，大伯母突然觉得你这相貌气段配陈家少爷刚刚好。大伯母想让我待嫁，陈家可是京城权贵，你一个被休过的女人，还能嫁过去做正室，那是你几世修来的福分。就这么定了，你替你妹妹上花轿。这福分，堂妹还是自己留着吧，你们自己惹的腥膻，自己擦。来人，给我把他拦住！大伯母这是要强买强卖，就凭这几个人，他们拦不住。
那这盒东西呢？这可是你父亲当年离开京城时没来得及带走的毕生所藏。这是什么？当然是当年你爹逃出京城时没来得及带走的半卷药方，听说耗费了他不少心血。你都知道些什么？我知道你爹根本不是什么光荣病退，他是不小心卷入了宫里的一桩投毒秘辛，手里捏了不该捏的证据。陈汝他爹陈炳当年为了向背后的大人物邀功，带人日夜围堵你爹，逼他交出证据。你爹为了保全性命，连夜舍弃了这老宅和药方，带着你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京城。陈炳，当年逼退我父亲的主谋就是陈家人。没错，陈家现在权势滔天，你若不替你堂妹代驾，我立马让人端火盆来，把这半卷药方连同里面京城回春堂祖库的地契烧个一干二净，让你爹一辈子的心血彻底绝后。你想要我代驾保全你的宝贝女儿？好，我答应你。算你识相，拿来！明日一早，让陈家的花轿到大门口等，给我钉死他！明天就算是绑，也要把他绑上花轿。陈平、陈汝，你们陈家欠我父亲的债，明日就在你们的喜堂上用你们的命来还。飞鸽传书，800里价钱报给燕王殿下，10万火急。陈汝，明日一早，你自求多福。今夜子时分3路包抄贪官陈侍郎的私库，这批贪墨的军饷事关北疆战局，皇上密旨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末将领命，绝不辱命。王爷，京城急报，柳家大夫人以柳老太医的遗物为要挟，逼迫柳姑娘代驾。今日一早，柳姑娘已经被逼上前往陈家的花轿了。这什么？王爷，您的手！好一个柳家，好一个陈家！拿本王的女人去顶包挡灾，这就杀回去灭了他们！王爷息怒啊！今夜清剿陈侍郎司库是皇上亲下的密旨，此刻主帅擅离直属，乃是杀头的大罪，王爷三思。本王的媳妇儿都要被逼着跟别人拜堂了，本王要这不败战神的名头何用？传本王号令，副将带领左营去抄陈家，拿着本王的虎符行事，玄铁卫300千兵立刻集结，随本王回京抢亲。驾！皇上密旨，王爷军令，左营听令，即刻包围陈侍郎府，一人不得走脱。柳夫人，我家少爷昨夜在翠红楼忙了一宿，起不来床。老爷吩咐了，既然是代驾的二手货，就用这只公鸡代为拜堂吧。赶紧出来吧！恭喜迎婚，这可是咱们京城头一份的体面啊！堂姐，你还不快谢谢陈家的恩典？啊！我的脚！这一巴掌是替我爹打的，管好你的嘴，否则下次碎的就不是你的脚背，是你的喉骨。你这个疯子，还不快滚上花轿！不用你们催。起轿！陈如，只要你敢碰我一下，我保证你连骨头渣子都不剩。哪儿来的瞎眼贼君？
这可是当朝户部侍郎陈大人的府邸，我们少爷正在迎。他们碰你没有？你来的刚刚好，没人碰到。大白天的敢抢本少爷的女人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给我上！把这男的乱棍打死，给他绑进洞房！你们是军中之人，我爹可是户部侍郎，当朝首辅赵渊赵相国，是我爹的恩师。你们敢动我，赵相国明天就诛你们九族！瞎了你的狗眼！本王诛人九族的事，你爹还在赵渊门下舔鞋底，你这种下三滥的烂泥也配娶她？王爷饶命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柳家非要将这二手货塞给草民，草民不知他是王爷的人啊！副将把东西和人给他看。王爷在赶来的路上已经调动了王府暗网探查。陈如，看看这是什么？可能，我已经让人烧了。王爷明察，都是陈少爷逼我们干的。少夫人根本不是背凶，是陈少爷的窑子里染了脏病。少夫人说了他两句，他就把少夫人绑在柱子上，用他弄死的鞭子活活抽了一整夜啊！少夫人动心了，陈少爷给了我们一人50两金子，对外宣称是少夫人不守妇道为凶，这血衣就是少夫人的。虐杀发妻，买通嬷嬷伪造死。你急着让柳家把女儿送过来填房，就是为了借迎亲的喜事，任月子人命官司。王爷，我爹是户部侍郎，我爹是赵渊的人，你不能杀我！搬出赵渊来压。你爹昨晚刚被查出贪墨军饷30万，此刻已经被关进诏狱了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副将听令，将陈家满门抄家入狱，全部带上众家，交由大理寺天牢严办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走。冲进去，抄！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，赵相武会杀你们全家的！王爷，我们在户部侍郎陈炳的书房地下密阁里搜出了这个。你父亲当年的事找到了。柳国行已查验出地下羹汤中的石骨草奇毒，此人顽固不化，不肯归顺相国。下官已派杀手将其逼出京城，并让其死无对证。果然，当年逼我父亲逃亡的不是什么后宅恩怨，陈炳就是那个带头围剿我父亲的走狗，而真正的幕后黑手是当朝首辅赵渊。这封信是铁证，陈家已灭，接下来本王陪你慢慢玩死赵渊，留下100人查抄登记，其余人随本王去望月客栈。去望月客栈做什么？欺负你的人，一个都别想跑！娘，这个时辰，堂姐的花轿应该早就进陈家大门了吧？听说那陈汝手里可是有几条人命的，堂姐今晚不会被折磨死吧？死就死了，用他一条贱命换咱们柳家和户部侍郎府的联姻，这是他几世修来的福气。柳夫人，听说你们家把那个乡下回来的休妻之女嫁给陈家那个纨绔了？唉，那丫头名声不好，我们做长辈的也是为了给她找个归宿，费尽了心思啊。你这个丧门星怎么跑回来了？你敢逃婚逃到这儿来，还不赶紧给我滚回陈家去！你是谁？敢打长君逼婚的家眷？拿王者遗留下来的半卷药方和祖宅地契，逼迫孤苦无依的侄女代嫁给一个背着几条人命的虐待狂。柳家可真是百年书香好教养啊！什么？代嫁？是用王府遗物逼迫的？这柳家戴夫人心也太黑了吧！
不是的，各位夫人听我解释，这都是我们柳家的家务事，是这丫头自己愿意嫁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敢管我们柳家的家务事？来人，报官抓他！家务事，睁开你们的狗眼看清楚，她柳云英是本王未过门的燕王妃，谁再敢动她一根头发，谁再敢拿她做躯，就是与本王与整个大魏百家的30万土鸡为敌。燕王殿下，长本事了，单枪匹马带着毒针去别人府里拼命，你知不知道陈汝院子里养了多少打手？我这不是算准了，燕王殿下的情报网天下无双，肯定会在我动手前赶到吗？再有下次，再敢拿自己做饵去射血，本王就打断你的腿，拿玄铁链子把你锁在燕王府的床榻上，听到没有？听见了，都听殿下的。不过，殿下能否再帮我一个忙？说。太医院3日后开考女医官，带我进去。我要赢得让他们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就这。我是今日来参加医官选拔的考生，柳云英。哪来的疯女人？太医院100年规矩，不收女医，更何况是你这种名声扫地的休憩之妇，滚！太医院规矩，今天本王就给你们立个新规矩，从正门进。就算你进了门，首府大人也有令，太医院不收无用之人。你想破格当女医官，就治好她。脉搏已停，瞳孔涣散。李副院判，你拿一个刚断气的人来考我，治不好就是你医术不精，立刻滚出！王妃安心考，本王倒要看看，今天哪个不长眼的敢在考场上作妖？燕王殿下，这里是太医院考场，您怎么带血刃进门？刚在门外砍了几个拦路的刺客，顺手就进来了。怎么，李大人对本王的剑有意见？下官不敢。此人虽然避过了气，但时间并不久，只要医治得当，便还有望起死回生。太乙神针，通天透地。起！此人喘气了，活了。李大人，我过关了吗？过关。多谢殿下。柳姑娘正式入职太医院。今晚我们一起去一趟机密档房。去找什么？李太医压下去的那份真情。办正事。最顶层，左手第3个暗格。先帝驾崩前的真实脉案，脉象洪大虚，辐射胎子黑，根本不是风寒之症，这是中了一种极其罕见的西域慢性毒药噬骨草。对比信上的落款时间，陈炳写信说你父亲查出了毒药，正是先帝驾崩前3天。陈炳是赵渊的走狗，当年真正给先帝下毒谋朝篡位的人是当朝首辅赵渊。我父亲查出了真相，才被赵渊派人追杀灭口。方才说那毒叫什么？噬骨草。怎么了？5年前，本王在北疆喝下那碗御赐的壮行酒后，就中了这极寒之毒。
美月是不是万箭穿心之痛？据说也是持骨草的变种。这两件事怕是都和赵渊脱不了干系，新仇旧恨，赵渊必须死。他活不过这个月。赵渊的事了结那天，你的毒我来解。走。王爷，太后近日突发投疾，群医束手无策。首府赵渊向皇上举荐了柳姑娘主治。我们暗查在内务府的暗桩查到，赵渊在太后今早熬制的千年雪参汤里掺入了相克的断肠散，与所有治疗头疾的药材相克，摆明了是要陷害。立刻备马去城外北山大营。你要带我逃？赵渊这是绝户计，只要你把治疗头疾的药喂进太后嘴里，弑君之罪立马扣在你头上。他带着禁军就在外面等着，连同本王也会被当成同党诛杀。此局是死局，我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逃出京城，我们就彻底坐实了罪名。我父亲的冤屈，你体内的寒毒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断肠散玉雪参确实是剧毒，但我手里有能解百毒的护心丹，我要将计就计，当着皇上的面拔了赵渊这颗毒瘤。失手就是凌迟处死诛九族。我的九族就只剩你了，你敢不敢陪我赌这一把？哼，好，要死死一块。玄铁路听令，点齐300亲兵，随本王护送王妃入宫。本王倒要看看，今天谁能动他一根汗毛。是。柳医官，这可是赵相国亲自送来的千年雪参熬的汤，你赶紧给太后喂一下吧。太后，喝药。太后吐血了，太后崩了！大胆柳氏，竟敢在太后的药中下毒，谋害太后！来人，弑君的逆贼给我拿下，就地正法！领命。太后吐的是郁结在体内的陈年毒血，王妃此刻正在施针逼毒，谁敢上前一步，本王斩了他的脑袋当夜壶！燕王包庇刺客，意图谋反，禁军听令，连燕王一齿轮都砍死！毒血已清，心脉重聚，行。哀家胸口的闷气全消了。皇上驾到！母后，您大好了！多亏了这位柳医官一针逼出了哀家体内的毒血。好，柳医官医术通神，朕要重重赏你。皇上，您切莫被这妖女蒙骗，他的亲生父亲柳波行正是当年用噬骨草毒害先帝的元凶。此女潜入太医院，必定是想故技重施，毒害皇上啊！赵渊，这条老狗，死到临头还敢乱咬！先帝的真实脉案，你门生陈炳的认罪绝笔，你10年间给本王下毒的账册全在这儿了，桩桩件件，铁证如山。赵渊，先帝待你不薄，你竟敢谋逆！你谋害先帝，暗杀太医，残害皇亲，这桩桩件件的铁证，你真当本王这些年在北疆是吃素的吗？好一个燕王，好一个柳家孤女！既然撕破脸了，今天谁也别想活着走出这寝宫！松手！赵渊，
你竟敢调动五军营逼宫！皇上，老臣本想让你体面的病死，是你自己不要体面。先帝的皇位本就来路不正，今日老臣就替天行道，送你们母子去见先帝。赵渊，本王等这一天等了整整5年，你以为本王进宫就带了这把剑？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给我乱刀砍死小人，把那妖女剁成肉泥！跟进本王。王爷，3万玄铁重骑已将皇宫全面封锁，五军云叛党被尽数拿下。不可能，我的武权精锐！本王说过，你绝不会成功。夫君当心！拖下去，大理寺天牢待审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前太医院医官柳伯行忠肝义胆，查明先帝崩逝真相，追封太医院左院判，赐谥号忠贞。其女柳云英医术通神，救驾有功，特御赐大魏第一女神医金匾一面。且慢，朕还有一道旨意。燕王萧任与柳云英情投意合，天作之合。朕今日特赐婚书，择吉日大婚，钦此。臣谢主隆恩。云英，云英，你出来见见我！我是崔玉啊，一日夫妻百日，我知道你成了燕王妃，你提醒提醒我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哪来的野狗，也敢来脏本王王妃的眼？来人，把他扔进京城最臭的乞丐窝里。是。谁敢给他一口饭吃，就是和燕王府作对。天哪，那是半副帝王礼仗才敢用的九凤轿！燕王殿下，这是把整个王府的库房都搬空了吧？吉时已到，请新郎设轿门，踢轿门，请喜娘搀扶新娘跨火盆。使不得啊，王爷！规矩不是这样的，得让喜娘先。本王的王妃，本王自己抱，滚开！殿下，叫夫君。10年了，我终于等到这一天。我等这一天也等了很久。
婴儿，从10年前你救下我开始，我的命，我的人，我手里30万全铁军，便全都是你的了。夫君，往后余生，我既在太医院行医济世，也在这王府里护你百岁无忧。